给你新资讯，给你新视角，欢迎回到游戏新世界。各位指挥官大家好，战争再次降临克罗诺斯。今天我们取得了埃及人独家的战锤 40K 破晓之战士的深度阵营解析。这次他们邀请到了资深的战锤背景专家亚比泰伊恩，为大家拆解即将在星座中登场的各方势力。无论你是效忠于帝皇的星际战士，崇拜机魂的科技祭司，还是随时随地都想扁人的绿皮老大，这支影片都将带你一览各阵营的重点特色与新单位。如果想看到更多关于战锤 40K 以及破晓之战士的情报，我会随时锁定最新资讯做影片来介绍，请各位朋友们现在就去用力的按下订阅频道按钮，日后才不会错过哦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首先登场的当然是破晓之战系列的招牌人物血压战团 Blood Ravens。如果你玩过星际战士2或系列前作，对这些穿重型盔甲的基因改造战士一定不陌生。血压战团最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们神秘的起源，以及他们对于智库馆长 Librarians， 也就是战斗灵忍者的高度依赖，这让血压在战术上比其他战团更具预判性与灵活性。当然，还有那个著名的迷因，血压总是有办法借用，也就是偷走其他战团的神器。至于这个传统会不会延续到4代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在单位方面，我们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回归，老兵塞勒斯 Cyrus 这次穿上了新的福伯斯 Phobos 型盔甲，专精于隐形与渗透作战。而智库馆长约拿周娜也再次登场，继续担任战场上的灵能核心。而随时代演进，血压也全面换装了援助 Primaris 科技，基础步兵现在是手持爆弹步枪的仲裁者 Intercessors， 以及配备跳跃背包、手持链锯剑的突击仲裁者。精锐单位方面，我们看到了第一连的老兵剑卫 Blade Guard， 他们手持巨大的风暴盾与动力剑，并配备钢铁光环，是极强的近战肉盾。重型支援则有救赎者无畏机兵 Redemptor Dreadnought， 这种巨大的步行机甲内部操纵者是受重伤的英雄，虽然火力强大，但对驾驶者来说却是永恒的折磨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无畏机甲在战场上有多猛。另外还有不屈战甲 Invader Warsuit， 这是一种由正常星际战士驾驶的轻型机甲，以及经典的终结者 Terminators， 他们身穿古老厚重的战术无畏甲，专门用于突破最危险的防线。接下来是一个重磅消息。专家表示，根据最新资讯，破晓之战士确认加入全新的星际战士阵营——黑暗天使 Dark Angels。还记得上个访谈影片我们提到狮王将在破晓之战士中登场吗？但是没想到，竟然黑暗天使会被宣布是新的阵营。因为之前的情报一直都说，首发阵营是我们所知道的那4个，但现在确认黑暗天使将会在战役中作为可以选择的阵营。你在执行星际战士战役的某些任务时，会有选择血压或黑暗天使的自由。黑暗天使虽然同样是星际战士，但他们的风格与血压截然不同。作为帝国最古老的第一军团，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秘密，追捕叛变的堕落天使。黑暗天使拥有独特的编制，压抑 Ravenwing 骑乘机车与陆行艇的高速部队，负责侦察与定位敌人。10亿 Deathwing 全体身穿古白色终结者盔甲的精英，通常透过传送直接打击敌人核心。但最让人兴奋的是黑暗天使的基因原体，狮王莱恩·埃尔庄森确认将作为可操控的英雄单位登场。他在沉睡1万年后苏醒，手持帝皇之盾，玩家将能亲自操作这位半神级的角色。在游戏机制上，专家猜测基因原体的存在可能会像过去的大远征时代一样，成为全军的士气核心。这有可能将是本作与过去系列最大的不同点之一。专家也表示，虽然血压和黑暗天使都是星际战士，但是运作与感觉却是完全截然不同。他很期待这会在游戏中如何去做出表现和差异感。好了，说够了星际战士了。破晓之战士目前最受注目的阵营，是接下来要介绍的帝国的另一个支柱——机械神教 Adeptus Mechanicus。这群崇拜机械神的信徒掌握人类所有的先进科技，他们的军队充满了改造人与怪异的战争机器，
机械神教极度厌恶 AI 人工智慧，所有的机器若不是由人脑控制，就是由一名高阶科技技师统一指挥。科技技师 Tech Priest 战场上的指挥官，身体经过高度机械改造，能维修载具并释放强大火力。雷电技师 Electro Priest 身上刺满导电纹身的狂热信徒，能释放体内的生物电将敌人烧成灰烬。主力部队由呼叫军 Skitavi 组成，这些半机械士兵为了适应火星地表，双腿通常都被替换为金属一只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由呼叫军改造而来的西卡里安渗透者 Sicaran Rust-Sockers， 这是一种高速近战单位。载具方面，最吸睛的是铁骑兵 Iron Striders， 这是一种永动步行机，据说一旦停下来就很难再启动，所以在非战斗状态下，他们得在跑步机上一直跑。而在重型火力部分，机械神教带来了卡斯特兰骑士 Knight Castellan， 这不是普通的载具，而是巨大的双足战争机甲，装备了火山长矛与电浆毁灭者。这原本是帝国骑士家族的遗产，现在将成为玩家手中的终极反战车武器。镜头转向外星异形，如果你喜欢不死军团与绿色光束，死灵族 Necrons 是回来了。这些沉睡了数百万年的古老种族，将自身意识转移到了活体金属躯体中。现在他们苏醒了，只想做一件事：清除银河系里所有的年轻种族。死灵族最大的特色就是，即使是他们最普通的士兵，也很难被杀死，因为有一种叫做死者复苏协议 （Reanimation Protocols） 的设定存在他们的程序中。当死灵族的士兵被打倒时，他们不会立刻死亡，而是有机会自我修复并重新站起来。专家称呼这个经典的机制叫做 I'll be back。 失灵族的单位重点：失灵战士 Necron Warriors， 配备高斯玻璃枪，能将敌人分解成分子；亵渎毁灭者 Skull Peak Destroyers， 这些死灵因为沉睡过久，导致城市疯狂，只想毁灭一切生命。他们将身体改造成3条腿的近战机器，挥舞着巨大的能量斧。巨石柱 Monolith， 这座浮空的金字塔不仅是重型战车，更是移动传送门，能将后备部队直接传送到战场前线。他们由抗灵人的黑石制成，是战场上最坚固的堡垒。最后，如果不介绍他们，破晓之战就不完整了。这群绿皮生物是银河系中最快乐的种族，因为他们只为了战争而活。对于欧克兽人来说，打架就是生存意义，打得越多，体型就长得越大。如果你想玩破晓之战士，却不想玩机器人或改造人，那么天然纯真的欧克兽人肯定就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传说中，兽人是远古人为了对抗死灵族所释放到银河中的一种生化武器。他们会透过孢子繁殖，小孢子变成小蘑菇，小蘑菇变成小兽人，小兽人变成大兽人，最后变成一支可怕的大军。欧克兽人拥有独特的挖能量场，只要他们相信破铜烂铁能开火，那东西就能开火，这让他们的科技充满了随机性与破坏力。兽人小子 Boys 最基础的步兵，成群结队发起冲锋。野兽猎手 Beast Snaggers 喜欢骑乘野兽作战的狂野派系。暴风小子 Storm Boys 背着随时可能爆炸的火箭背包，把自己当作导弹射向敌人。老大 Nabs 与百万老大 Mega Nabs 身穿厚重废铁盔甲 Mega Armor 的精英指挥官，相当于兽人版的终结者。最后登场的是镐哥金刚 Gorkanaut， 这是欧克兽人版本的泰坦，是一台巨大的摇摇晃晃的步行机甲。装备巨型枪械与动力爪，它的肚子还能打开，释放出更多的小子。这完全体现了欧克兽人更大、更强、更吵的战争美学。以上就是破晓之战士目前公开的5大势力解析：从精英化的星际战士、神秘的黑暗天使、科技挂帅的机械神教，到不死不灭的死灵族与狂暴的欧克兽人，每个阵营看起来都具备了独特的战役机制与战术深度。尤其是基因原体与帝国骑士这类操纵型单位的加入，势必会改变即时战略游戏的战场节奏。各位指挥官，你们准备好选择哪个阵营来征服克罗诺斯了吗？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选择。如果你还没看过之前2支 IGN 的访谈影片，请直接点击荧幕上的链接前往观看，以免错过更多细节。也别忘了按赞、订阅与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破晓之战士情报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